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一架军方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正以3倍音速在天空中狂飙。如果在完全不减速的情况下，这架战机突然瞬间向左硬转90度，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基本上，在我们熟悉的物理世界里，这台战机的钛合金骨架会瞬间解体。对，然后里面的驾驶员绝对会被超过100个 G 的力量直接压成肉泥。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正在收听的你，最新的一套前沿物理学理论认为，当那些被军方雷达拍到的不明异常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AP， 在做出这种完全违背物理常识的动作时，里面的乘客甚至连手上的咖啡都不会洒出来一滴。真的连一滴都不会洒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在动。等一下，在我们一头栽进这个听起来极度不可思议的命题之前，我得先给各位听众打个超大号的预防针。哇，要先声明什么吗？对，就是我们今天手边的核心资料，其实是一份名为《边界探索》的严肃物理文本。我的任务是跟着这份资料做一件极度硬核的物理思想实验。听起来很硬派哎。对，我们要在一个叫做 PTQ 理论，也就是PT 对称4元素时空的前沿框架下去拆解一个逻辑。PT 对称4元素时空，这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好惹。哈哈，先别被名字吓到，我们就是要去推演，如果刚刚说的那个超高速直角转弯在数学与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那它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理机制？以及为什么你会说它其实没有在飞，而是时空在替它开路？好，为了让大家马上抓到这个感觉，我来换个生活化一点的场景好了。你说说看。就是如果你要从机场的 A 航厦移动到 B 航厦，传统的移动就是你提着行李自己狂奔嘛，对吧？你的心跳会加速，肌肉会酸痛，然后你会狂流汗。对，这是靠你自己输出能量。但今天我们探讨的这种航行模式，比较像是你站上了机场的那种电动平步梯啊，那个履带。没错，你气定神闲地站着，连一滴汗都没流，脚步也完全没有迈开，但整块地板载着你快速平移了。这个比喻蛮精准的。对，所以在旁边的人看来，你正在高速前进，但对你自己来说，你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没错，这就是你开场那句“它其实没在动”最核心的精神。不过，当你把这个概念放到极音速飞行的尺度上时，物理学家应该会抓狂吧？绝对会频频皱眉，甚至觉得荒谬了。这是可以预期的吧？毕竟站在原地不动，却能在现实世界里用极音速穿梭，这听起来真的太像那种廉价科幻片的设定了。科学界不打脸才怪。科学家会质疑，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现象直接撞上了古典力学2堵最坚硬、最不可撼动的墙。2堵墙，第一堵是什么？第一堵墙叫做惯性。惯性定律。对，在我们熟悉的物理世界里，转弯从来都不只是换个方向而已。转弯本质上是速度向量在极短时间内的剧烈改变。就是加速度嘛。没错，任何超高速状态下的直角转弯，都意味着会产生天文数字般的本征加速度。等等，这里我得挑战一下。难道不能是因为这些载具的制造技术太先进了吗？怎么说？比如他们用了某种我们人类还不知道的超级钛合金，或者是外星纳米材料，只要外壳够硬，它不就不会在转弯的时候解体了吗？这其实是大众最常有的一个盲点了。盲点？对，因为问题的核心从来都不在外壳，而是在内部。内部？你是说里面的驾驶员？没错。如果你今天就坐在那台载具里面，在它以极音速直角转弯的那一瞬间，巨大的激力会直接作用在你身上。就算金属外壳奇迹般的撑住了，里面的人会怎样？里面的你会在0点几秒内被强大的惯性压成一滩肉泥。这画面有点惊悚。对啊，连最精密的电子仪器也会瞬间粉碎了。我懂了，就算盒子没有破，里面的蛋糕也早就被甩烂了。这个比喻很好，完全正确。所以核心难题是，我们要如何让载具内部的空间完全感受不到惯性的拉扯？没错，对，人类所有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喷射客机、化学火箭还是核潜艇，底层逻辑都只有一个，就是往后喷东西。没错，你要往前推进，就必须把等量的质量或动量往后丢。这份有画面感诶。我们看火箭升空的时候会有那种震耳欲聋的音爆，还有战斗机会有很刺眼的尾焰。对，那就是在交换动量。我们本质上就是用吵闹还有往后狂喷东西来换取前进的动力吗？说得很直白，但物理上就是这样。但是回到我们刚刚看的那种雷达画面，这些 UAP 根本没有排气管也没有热尾机，完全是寂静无声的，它根本没有在往后喷东西。确实如此，他们看起来经历了极端的加速，却完全没有付出任何与环境交换动量的痕迹。这超扯的啊！对，
这在传统科学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悖论。所以如果它既违反了惯性，又打破了动量守恒，这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眼花了，还是仪器坏了？除非他们根本不在推动自己。不是在推动自己，这就呼应到你刚刚提到这份资料里有一个 PTU 理论了。这个理论到底怎么解释这个死结？这里我们就要正式引入这个全新的框架了。PTU 理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允许在严格遵守真实物理定律的前提下，等等，它没有打破物理定律。没有，它守住了，但它提供了一个几何上的额外自由度。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制，叫做 epsilon 几何脉搏。Epsilon 几何脉搏，好，出现专有名词了。这个脉搏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像我们的心跳那样扑通扑通会跳动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极高频的电磁或引力共鸣。当这个载具触发这种特定频率的共鸣时，它会在自己周围撑开一层看不见的几何外衣。几何外衣？对，我们称它为几何泡泡或者 epsilon 场泡泡。OK， 所以它被包在一个泡泡里面。没错，在这个泡泡的内部，物理定律完全没有被破坏，时钟照常走，也没有可怕的居力。对，你甚至可以安稳地喝着咖啡哦，完全不会洒出来。内部一切正常，那泡泡的外面呢？关键就在这个泡泡的边界，这个边界与外部浩瀚宇宙的时空发生了动态的重排。重排？它不是在刚性的时空中硬生生挤出一条路，而是透过操控局域的扭率，让载具所在的整块几何空间被平移或转向了。哎，等一下，听到这里，我脑袋里突然浮现一个超级适合的比喻。哦，你说说看。这不就是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移动萤幕上的那个滑鼠游标吗？滑鼠游标啊，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你继续说。你看哦，我们操作滑鼠的时候，游标在萤幕上可以瞬间从左下角移到右上角，甚至可以毫无减速地画出完美的直角转弯嘛，对不对？对，游标可以随便乱动。但是游标本身的像素结构有承受任何风阻吗？有承受居力吗？当然没有，完全没有嘛，因为游标根本没有在萤幕里面飞啊，是底层的电脑程式码直接改变了它的坐标位置，让它在另一端重新显现了。哇，这个原创类比非常精准诶。真的吗？对，这就是 PTQ 理论中一泡泡的精髓。它把产生巨大加速度所必须付出的物理代价，从载具的本体完美的转移到了几何边界的重排之上。哦，载具本身就像你的滑鼠游标，它没动，只是底层时空的坐标被更新了。哇，把推进的问题优雅地变成了几何坐标更新的问题，这真的太聪明了。哎，没错，这就是这个理论的威力。如果我们用这个游标的逻辑来回头看刚刚的那些谜团，一切好像就全部串起来了诶。你看出了什么？既然它只是坐标被更新，那载具本体根本没有被拉扯啊，里面的驾驶员当然就不会变成肉泥。没错，内部完全没有本增加速度，这就完美翻越了第一堵惯性的墙。漂亮，那第二堵墙呢？既然它不是靠着往后喷射燃料来对抗惯性，这是不是意味着，它根本不会产生高温尾气？完全正确。这刚好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军方的红外线雷达永远都找不到它的热源，它寂静无声，是因为它根本没在跟空气摩擦嘛。对，不会有传统力学那种粗暴的燃烧喷焰。简单来说，它没有在跟环境交换动量。等等，既然你说它不受环境阻力影响，那这是不是也顺便解释了另一个超级大的谜团？你是说跨介质的问题？对，有很多报告说这些东西可以从高空中以极音速直接冲入海里，连一滴水花都溅起来耶。这在传统力学也是不可能的。对啊，要知道以那种超音速撞击海面，水面的张力会让海水变得像水泥墙一样坚硬诶，传统的飞机会直接撞成碎片的耶。但在 epsilon 泡泡的保护下，这层几何缓冲区直接吸收了流体的阻力差，所以它撞不到水。对于被泡泡包覆的载具来说，从空气冲入水中，不再是物理上的撞上一堵水墙，而仅仅是外部背景环境参数从空气切换成水而已。就好像滑鼠游标从白色的背景移到了蓝色的背景，没错，对游标来说完全无感，这真的太疯狂了。这确实非常颠覆我们的常识。那如果人类真的掌握了这种技术，可以这样随意更新时空坐标，那我们不就拥有了科幻小说里的那种曲速引擎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突破光速，瞬间把坐标更新到仙女座星系了？停，这里我必须非常严厉地踩下刹车。怎么了？不行吗？这是我们今天这趟深度探索中最需要厘清的一点，也是区分严谨科学与廉价科幻的关键界限。难道这种极致的技术还是不能超光速吗？绝对不行。在这份文本中特别强调 ，PTQ 理论绝不允许超光速航行，也就是所谓的 FTL。为什么？它不是已经跳脱传统力学了吗？因为这个理论的数学结构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 C3 系数。C3 系数
听起来很高深。它在数学上是扮演宇宙速线牌的角色吗？为什么它能锁死光速？你可以这样理解了，这个 C3 系数严格限制了张量传播的速度。白话一点就是，当这个几何泡泡在重排边界的时候，它改变时空结构的讯号传递的最快速度依然不能超过光速。哦，讯号传递的速度还是有极限。没错，所以外界看起来它坐标移动的轨迹似乎非常诡秘，甚至想瞬间移动。对，就像滑鼠游标瞬间跳过去。但是在泡泡内部的局域信号以及底层运算的逻辑绝对没有打破因果律。哦，我懂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外界看它好像瞬间闪现，觉得它超越了光速，但其实，在宇宙的底层运算里，这颗游标移动的数据传输速度还是被死死卡在光速以内。完全正确。所以因果律并没有崩坏。这句底层数据传输被卡在光速总结得非常完美。PTQ 理论不是用来鼓吹超光速的魔法工具，这正是这个理论展现其底线和严谨度的地方。原来如此，任何宣称可以打破因果律的技术，我们都应该冷酷地去质疑它。这点真的很重要哎。这让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有着严格底线的真科学。没错，但这也带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啊。什么问题？如果这个理论这么严谨，那它能被验证吗？一个够格被称为科学的狂想，不能只是自圆其说吧？它必须留下某种可以被逮到的指纹吧？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科学最重要的可证伪性。对，要能被证明是错的。如果几何泡沫真的存在，它就必须在现实世界留下跟传统推进器截然不同的痕迹。资料里给出了3个 PTQ 风格的观察指南。太棒了，大家笔记准备好。如果你周末想去当个业余的时空猎人，这就是你的装备清单。我们该找什么？指纹 A 是极窄的共鸣窗。刚刚提过 ，Epson 脉搏本质是几何共鸣嘛？这意味着这种效应不可能像踩油门那样随便就能发动，它必须在非常特定的高频驱动和电磁边界条件下才会触发。哦，所以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极端苛刻的特定频率，效应就不成立。没错，懂了，它不是内燃机，它更像是一把需要精准对位的音叉。这个比喻很好。那第2个指纹呢？洗耳恭听。指纹 B 是局域相位与时间的同步异常。时间异常。既然泡泡的本质是在改写时空几何，而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那么它在重排空间的同时，一定会影响到局域的时间流逝。哇，这太酷了吧！怎么说？所以如果我们想观测这些 UAP， 我们根本不该像传统那样拿着红外线热像仪去漫山遍野找热源。对，找热源方向就错了。我们反而应该去盯着附近的原子钟，看时间有没有变慢，或者是看周围的无线电通讯讯号有没有发生奇异的扭曲。完全正确。抓时间的异常比找热源精准太多了啊！哇，这真的完全打开了新视角哎。那最后一个指纹呢？最后是指纹 C， 非典型的环境几何扣合，或者我们叫它几何尾基。几何尾基，既然它没有热尾流，那它会留下什么尾基？虽然没有热辐射，但如果你有一台超高灵敏度的光学干涉仪去观测它飞过的轨迹，会看到什么？你极有可能会看到空间结构本身产生了如同水波纹一般的微小扰动。空间的水波纹。对，这就是时空几何被平移之后留下的引力涟漪。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烈了。所以回顾我们今天这场逆向工程，我们其实是把一份看似疯狂的目击现象塞进了一个极度严密甚至带有苛刻条件的物理框架里。是的，这场探索最美人的地方在于，你要知道 PTQ 理论一开始根本不是为了帮 UFO 解套而发明的。不是吗？不是，它是物理学家为了解决暗物质、引力波这些宇宙学宏大难题而建立的严肃模型。原来如此，但它却意外地成为了一把钥匙。没错。他把一个几乎无解的动力学死结，也就是怎么对抗惯性跟动量守恒，优雅地转变成了一个几何边界控制的问题。虽然这距离人类真正的工程实现可能还差了10万8千里了，对，可能要几百年后了。但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干净理性的视角。面对未知，我们不需要盲目的去相信有外星人，不需要变成狂热信徒，但我们也不需要带着傲慢的态度去否认一切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现象。科学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探险地图，它标注了此处可能有龙，并且它还精确地告诉你，你应该带上光学干涉仪和原子钟去验证那里到底有没有龙。没错，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在我们这趟探索即将结束之际，我想留下一个资料之外的视角，让正在收听的你可以慢慢咀嚼哦。什么视角？如果未来有一天，人类真的掌握了这种操纵时空几何的航行方式，我们不再需要去推动自己，而是让时空为我们开路，就像搭上宇宙的平步梯。对，那么我们对时间和历史的感知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个好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接近光速的旅行会带来时间膨胀吗？
去一趟别的恒星，地球上可能已经过了几百年。对，那是很残酷的生离死别。但是如果在这个几何泡泡里，时间是同步的，跨越星际不再需要经历漫长的相对论效应，一场几十光年的旅行，感觉可能就像你今天早上的通勤一样平常。就像从台北搭捷运到新北一样。对啊，如果是这样，当距离不再是障碍，当旅行不再有时间的代价，我们人类还会珍惜每一次出发的意义吗？当技术改变了空间，它无可避免的也会重塑我们的人性。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不过，我们今天的理论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了，我们有了地图，也有了寻龙的仪器。所以接下来，在我们的下一趟探索中，我们将进入这个边界探索的番外篇。要进入实战了吗？没错，我们不再只谈理论，而是要来看一个来自前线的真实的案例研究，看看刚刚说的那些指纹是否真的在现实中出现过。哇，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准备好你的原子钟，还有光学干涉仪，我们下次的深度探索不见不散。